不是有2个吗？可是我们俩现在的关系就应该我一口啊，你一口。这种情侣的定义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莫白，在你心里，我们2个是真正的情侣吗？你把我当女朋友吗？我们不像真正的情侣吗？反正我觉得怪怪的。虽然我们已经很亲密了，可是我觉得跟以前没有什么区别啊。我们见面的时间又少，都没有单独去约会过。你觉得这正常吗？这个问题我以前没有想过，但是我现在正在研究。研究？这是常识。你都研究些什么？研究情侣之间应该做什么，什么是爱情。莫白，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可是我觉得，爱情不是科学实践，而是要用心的去感受。那应该怎么感受？我们约会吧。逛街、吃饭还是看电影？我不管。你不是在研究吗？你肯定研究了一堆情侣约会该做什么事儿。那就这周6，我等你给我一个完美的约会。智脑的自我学习能力已经超过了我的预想，而且居然还产生了自我隐藏功能。你说这个莫白真的跟我们以前的那个莫白越来越像了，什么都不想让我知道，而且他已经开始能够自己联网了，这是他的智脑通过自我改造完成，也就是说，他现在的智脑能够把所有网络上所有的存储的信息变成他智脑的信息。也许他现在知道的比我还多呢。不知道为什么，他越像我们的莫白，我心里就越不踏实。充电完成。你有事吗？啊，聊聊。这个点儿你不应该在睡觉吗？我这不是睡不着吗？哎呀，只要是有事儿卡住了，我的大脑就没有办法停止工作。你看这个电脑还可以强制断电，我怎么强制断电？我总不能把自己打晕吧？哎呀，但是我也不能把你打晕啊，这样会违背机器人第一定律啊！对，我只是一个比喻啊。哎，莫白，你是什么时候学会自己联网的啊？你又怎么会把你的记忆文件加密呢？你又读取我的记忆啊？对啊。哦，哎呀，我只是想了解一下这几天你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这样的话我可以帮你改进嘛。之前没有让你联网，只是为了保护你，怕你暴露有危险。开门。可是没有想到你居然产生了自我隐藏的功能了。哦，
我会自我保护。但是我是你爸爸。你是我身体的爸爸，但不是我大脑的爸爸。但是我是你智脑的制造者呀，你不应该对我加密呀。我刚才检查了智脑系统，我想对你说的是，不是我故意对你加密，而是智脑的自动防御。难道智脑系统会自动给记忆上锁吗？这些天下来，智脑不断地按以前的记忆去学习和处理信息，也就是说，像之前的墨白一样，对于脑部系统来说，你看不到的那些记忆是它的隐私；对智脑来说，如果你强行读取，它就会加锁、加密，启动防御机制。你的意思是说，作为机器人，作为机器人，你已经产生了隐私的概念。人有隐私，机器人也应该有。对，不管是机器人也好，还是墨白也好，那我都是你爸爸呀，是不是？你不应该有事隐瞒我。墨白，你要不要把你加密的那些内容跟我说一说啊？不要了。为什么？因为我是机器人，但我也是墨白。晚安，爸爸。哎，墨白，墨白，梦妍。哦，这是我爸。哦，叔叔你好，我叫梦妍。我没事。梦游姑娘。啊？这名字怎么那么别扭啊？你跟我们家墨白是医院同事啊？我们是朋友。啊。时间不早了，怎么不去上班？我在等你啊，给你买了早饭，可是你一直都没来。给。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菠萝包的味道。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男朋友了，对吗？回忆片段引发程序混乱，请停止。墨白，哎，你怎么了？哦，没事儿。我今天没上班，也没告诉你。停止记忆片段检索，等待程序运行，恢复正常。哎，小七，哥，你系统数据混乱，尽快脱身！哦，哎，梦游姑娘，你跟我们家墨白认识多久了？他来医院采访才认识的，没多久。小七，哎呀，小七，我爸他是科学家，每天面对着电脑和程序，你别介意啊。为什么不告诉你爸咱俩的关系啊？现在还不是时候。好吧，由你决定。你还是要让你爸先记住我的名字。是，梦游小姐。我先去上班了，然后下班联系。幸好没引起博士怀疑。谢谢你刚才帮我救场。你刚才表现很混乱。我只是一时无法决定用什么态度去和他沟通而已。她是你女朋友吧？你怎么知道的？你可别忘了，我是智能狗啊！放心，我不会告诉林博士的。谢谢。可是你怎么跟他谈恋爱？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我很困扰。
你需要学习。学习啊？中环上下5000年关于爱情的资料，估计可以绕地球好几圈，肯定能找到合适你的那一款，不需要理解，复制就好。你是怎么知道的？虽然不如你先进，可小七也是智脑，也可以学习。看来你在家也没少研究，是不是？我好学嘛。走了，回家。走。老板，这都买的差不多了，咱们该回家了吧？还有日常用品。哦，对，日常用品。什么日常用品？牙膏和纸巾都快没了，还有你的牙刷，肯定用了3个月以上。林博士，你对你的日常了解多少？原来都是妈妈管这些事儿，妈妈不在了，都是一些同事来帮着打理。哼，现在想来，我连如何生活都不会啊。不是不能改变。怎么解决？你可以再次选择伴侣，我不会介意，我想妈妈也不会介意。这个我倒从来没有考虑过。那你现在可以考虑一下。以前我一直是想把我所有的爱都留给你们，但是却不知道如何表达。现在想表达也已经晚了，我最爱的人已经失去了。你没有失去，至少还有我会陪在你身边。走吧。对。这么多天，你就是龙虾配啤酒，颓废单身狗这么过来的？不，配上虐心爱情剧，那才叫颓废单身狗呢。哎呦，爱情就爱情。还是希望你能够稳住精神，减少杀戮。这都多老的剧了，你也太敷衍了。老百姓，我喜欢，你管得着吗？倒退20多年，要是有一个这样的男生，你会不会爱上他呀？哪个女人不喜欢又霸道又深情的男人？我记得你跟我说，哎呀，如果有这样一个男人爱我，也跟我回一辈子。让江北的老百姓过上可是我觉得这样的男的也没什么意思呀。我喜欢的人也喜欢着我，这是我的第一标准。哟，没什么恋爱经验，感悟倒挺深啊。这个慕容佩林和你爸让我选的话，我还是会选你爸的。还是那个漫长。谢谢你啊，要不然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这么可爱的我了。先吃。自我懂事以外，和那种顶配的男人谈恋爱是挺有魅力的，但爱情里面不需要那么高的配置，还是那个漫长。也就是骗骗你们这些小姑娘。等你谈恋爱的时候，你就明白了。你给自己找了太多的借口。我就知道，每次跟你聊天，最后啊都会回到对单身人士的歧视上来。哎呦，你都这么大了，你还老黏着你妈，我能不歧视你吗？哎，姐，哎呀，你别急，过几天让我黏着你，我都不黏。这个男人眼光值得商榷啊，品味也一般般。比他还帅？最好的兄弟。不可能。有一件事，他正直、勇敢、善良，像会发光一般的存在。他不是那种霸道型、气场全开的男人，但是却有另外一种让人居高临下的气度，让我忍不住就想去仰望。现实中有这样的男人吗？肯定是你假想出来的完美男主角。当然有了，得亏继承了你的慧眼，让我发现了这颗大珍珠。我已经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你就等着我把它给你拐回家吧。恭喜啦！需要的时候找我帮忙。来，走吧，跟着啊！不是有2个吗？可是我们俩现在的关系就应该我一口啊，你一口。这种情侣的定义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莫白，在你心里，我们两个是真正的情侣吗？你把我当女朋友吗？我们不像真正的情侣吗？反正我觉得怪怪的。虽然我们已经很亲密了，可是我觉得跟以前没有什么区别啊。我们见面的时间又少，都没有单独去约会过。你觉得这正常吗？这个问题我以前没有想过，但是我现在正在研究。研究？这是常识。你都研究些什么？研究情侣之间应该做什么，什么是爱情。莫白，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可是我觉得，爱情不是科学实践，而是要用心的去感受。那应该怎么感受？我们约会吧。逛街、吃饭还是看电影？我不管。你不是在研究吗？你肯定研究了一堆情侣约会该做什么事儿。那就这周六，我等你给我一个完美的约会。气腹开口切割结束，人工气腹，放置腹腔镜观察。气骨受到干扰，干扰源光导纤维信号，智脑控制功能将受到影响。怎么会插入血管里？再来。你在想什么？出去，给我清醒清醒。你怎么回事？不是说做好准备了吗？我刚才让你做的只是手术中最基础的工作，你都出错，这么低级的错误，还要我来指导你吗？你5年的医学知识都学哪儿去了？进。刚才是我的失误，我为我的错误道歉。那你说说为什么会判断失误？身体不舒服和一时紧张都是借口，我不想听。你怎么理解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治疗与被治疗的关系。从客观上讲，你说的没错。但你知不知道，患者在动手术之前，不仅是把治愈的希望和信任寄托在我们医生身上，交给我们的而是生命。你知不知道，一个小小的失误对于患者来说，也许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手术台不是其他，没有从来，每一次手术，我们都要付出所有的精力和能力。对不起，主任。我希望你能认真体会我说的话。